大家好，老韩，今天呢，咱们来看一台全新的雷克萨斯 LX。感谢各位朋友提供的帮助，感谢大家订阅、点赞、评论、转发、点亮小铃铛。全新的第4代 LX 终于在2022款上跟大家见面了哈。这款问世于1995年，从陆巡里面衍生出来的高端车型，本来呢就属于小众车型哈。那再加上 LC300 暂别美国市场，以及目前市场供应短缺的状况，更是为全新的 LX 增添了神秘的面纱。全新车型呢源自于 TNGA 的 F 平台。这个平台呢是非承载式车身全尺寸 SUV 和皮卡的平台。目前已经投放市场的 LC300、探爪以及即将开卖的红杉均源自于这个平台。上一代的 LX 和北美这两个大家伙它不是一伙的啊。那现在把这些全尺寸 SUV 全部拢到了一个平台上，说明了丰田对旗下的产品进行了进一步的整合。那在外形尺寸上，新款车型进一步加肥加大，总长比上一代车型长了 3.5 寸，高度上低配车型比上一代车型高了 0.8 寸，高配车型比上一代车型高了 1.2 寸，宽度稍微能宽点哈。LX 的轴距从第一代车型开始到现在这一代就完全没变过。按照丰田雷克萨斯的话讲，在这个尺寸的 SUV 里，它的这个轴距属于黄金比例。在尺寸上在外形尺寸上，总体来讲比即将开卖的全新红杉要小一圈哈。全新的车型在车门等部件使用了铝合金材质在增加了整车结构刚性的同时，整车的自重照比老款车型减少了441磅。新款车型的自重为5665磅，顶配车型为5945磅。新款 LX 车型呢，退役了老款的 5.7 升 V8 发动机。目前在售的新款 LX 只有一种动力总成，3.5 升 V6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搭载10速自动变速箱，5200转的时候迸发出最大马力409匹，最大扭矩479磅费。老款 5.7 升发动机这两个数字分别是383匹和403磅费。LX 全系都是全时4驱悬架结构，前悬采用的是双叉臂独立悬挂，后悬为4连杆的整体桥非独立悬挂，并且配备电磁阀，标配自适应减震器、空气悬架，照比老款加快了车身高度调整的速度，同时增加了车辆行驶的舒适感，还可以选装主动高度控制系统。新款 LX 配有多地形选择系统，并且配有自动选择地形功能，这也是雷克萨斯首次采用自动模式来利用各个传感器的信息评估实时的路况，来优化制动刹车、驱动力和悬架三者之间的平衡控制。驾驶员要做的就是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把这个地形选择的档位放到自动这个档上，放到 Auto 这个档上，其他的你就交给车辆就可以了，真正实现了傻瓜越野模式2022版的 LX 美版车型一共有5种基础配置，这次呢 LX 也是勇攀高峰推出了超豪华4座版本的 LX。 它这个后面这么大空间就2座，而且这个豪华程度大家一眼望过去便知道它剑指揽胜。而这里 F Sport 版本则是首次出现在 LX 的谱系当中LX 的油箱容积呢是 21.1 加仑 ，EPA 公布 LX 在综合工况下的油耗为19 mpg。雷克萨斯为在美国销售的新车提供4年或5万英里的整车质保，6年或7万英里的动力总成质保。那今天咱们看这台是2022款的 LX 600 F Sport 版本，3.5 升双涡轮增压发动机加10速自动变速器，全时4驱系统，配有自适应减震器、脱身限滑差速器，全车采用 LED 灯组，配有天窗感应电尾，配有雷克萨斯 Safety Sense 加 2.5 的系统，里面包括行人碰撞预警、全速段的动态巡航、道路保持辅助、道路偏移警告，配有盲点监测、驻车辅助、后方侧向交通警告以及刹车辅助，配有全景影像、多地形监测、抬头显示，配有无线的苹果和安卓手机连接显示。这车呢是 F Sport 版本，顾名思义呢，它加了一个 F Sport 的包，里面呢有特有的外观内饰配色，包括在外观和内饰随处可见的 F Sport 的 logo， 配有 F Sport 样式的22寸的前后轮，配有 F Sport 调教的减震器，电动可折叠的第3排座椅，第2排座椅加热通风。这车呢，另外还选装了主动车身高度控制，选了25个扬声器的马克莱文森音响，
这车呢总装下线于日本工厂，含运费的 MSRP 的总价为106305。车事儿哈，说来也怪，你如果在其他的细分市场里面，一个产品坚持5年6年不换代，那早都被人喷死了哈。这 LX 上一代 LX 那是新3年旧3年，缝缝补补又3年。上一代 LS 坚持那么长时间，我也没看有谁喷它老哈。而且经常哪大哥买了 LS 出去，简称为我的57啊，我开57来的，57成为了上一代 LS 的代号啊。那这一代全新的 LX 在万众期待中，携带着全新的外观内饰，全新的走进了6缸时代。虽然这一代车型跟上一代车型有着相同的轴距，但是车身尺寸要比上一代大不少。那站在这台车旁边，会感觉到直观的感觉到比上一代的车型体积更加庞大，而且感觉到这个形状哈，外形的形状更加方正，极大的满足了内部空间。那在美国市场呢，全新的 LC300暂时不销售了哈，这台 LX 呢也先于红杉进行销售。那在它车身上呢，我们既可以看到如今丰田家族的一些流行元素，同样也可以看到它带来的一些全新的家族流行元素。其实来讲，前脸的变化跟上一代整个线条上变化并不大哈，哪怕你在远处看这个车，仍然能够感觉到它就是一台 LX， 辨识度还是非常高的。那坐在车里面呢，这2条隆起，发动机舱盖这2条隆起看的是非常清晰的啊，在开车的时候可以给你一个非常强的力量感。那由于这台车呢是 F Sport 版本，它的外观配色呢用的是 F Sport 专用的配色，跟其他版本的 LS 呢稍微还是有些区别的哈。那如果跟这车的尺寸相比，这车前方灯组的面积并不算大，并且有一个扁平的造型。灯组里面显得也非常复杂，3眼式的 LED 大灯，下面是一个对号的日行灯，这都是继承了传统。在边上呢有雷克萨斯的 logo， 这面是示宽灯。前方巨大的家族符号非常浓郁的大格栅，显得非常憨哈。而且前方并没有一个保险杠的位置，那最突出的位置就是这个中央格栅了。雾灯放在这个位置哈。那由于 LX 呢，它还有一个出去浪的属性，所以这车呢也配了大灯清洗装置哈。侧面线条呢，感觉跟上一代 LX 基本是一致的哈，没有太大的区别，没有那种大破大立的改变，而且也是比较方正的，甚至比上一代车型还要方正哈。大大方方正正的前机舱加上大大方方正正的乘客舱，就像2个非常方正的箱体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这车的侧面造型。这车呢用了4条22寸的轮胎啊，大家看这轮胎立起来都快到我屁股了，轮胎是非常大了，显得这车非常扎实，硕大的车身配上硕大的脚，整个侧面线条呢也是中规中矩，没有太多的设计感，没有太多花哨的勾勒哈。这么大车型，其实本身它并不用太多的设计，就能给人一种虎虎生威的感觉哈。往往简洁的线条可以显示出来一种上档次的美哈，而且也可以经久不衰，不会很快就过时哈。同样，固定式的踏板呢，在这代 LS 上得以保留。我们可以看到，在侧面后屁股造型显得比上一代更加饱满，这样呢，里面的空间可能会得到改善啊。一会儿我们看一下，这台车前后窗的玻璃均用了双层夹胶玻璃，但是前面窗户这个玻璃的厚度，2层的厚度，包括夹在一起的总厚度，都要比后面这个玻璃的厚度要厚一些哈。这是车身高度降到最低的状态。这是车身抬到最高的状态哈，上面的名字呢叫 H2。这是第2高度，车身的名字呢叫 H1。这个高度是正常高度哈。那如果在外形、外观设计上跟上一代相比的话，它在后尾巴的设计呢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哈。当然，同样跟上一代都是线条比较简洁，没有太复杂的线条勾勒哈。那这代 LX 呢，它为了满足内部空间的需要，它把后尾巴做的是非常饱满，一个大屁股的造型哈，并没有太多的设计感。而且它这个后尾门呢，并不像上一代一样，上一代呢用的是上下的天地门啊，对开的天地门。这一代呢，完全是做成一块后备箱板了哈。再一个，它把2个灯组用一条灯带给连接起来了，组成一个贯通左右的一个灯组，这个也是目前丰田雷克萨斯家族的家族特点。
更和新世代 SUV 产品设计一致的是，这车也取消了保险杠突出平台的设计上下一流屏。那为了彰显这车的也有一定的越野户外的属性，它下面保险杠呢完全用的是黑色塑料没有采用车身同色的设计。那按道理来讲，这么张扬的车，在这个年代它应该设计个直出排气管子，但是并没有。雷克萨斯呢选择把这个车的排气管子依然设计跟上一代一样，非常粗的一个排气管子放在了左侧，采用了隐藏式的设计。中间这一块呢预留了脱钩的位置这是 LS 钥匙，这就是家族的钥匙了，哪有一点大哥的气质，哪有一点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的样子。这 LX 不是天地门，我还有点不习惯大家看到，当第三排座打开之后，后备箱空间基本就没有了那这里面如果有朋友想买有3排刚需的车，再加上后备箱刚需的车，这个 LS 可能不适合你现在汽车音响这个扬声器的个数喇叭的个数真是越来越多。我小时候看那个轿车前排要是有2个喇叭就已经很不错了，后来4个喇叭、6个喇叭，然后又往上放低音炮，现在简直就没有上限了多少个喇叭都有。这车呢选了25个扬声器的马克莱文森音响，这25个想想这数字就可怕那天呢，我把车打着火，然后车里放着音乐，我就上后面来取东西，把这个盖板打开了。我突然发现站在这个盖板底下，音响效果非常好我感觉这个位置是全车感觉音响效果最好的位置移动的低频。你像这种10几万的所谓中高端的 SUV 后面保险杠你不做成车身同色的也就无所谓了，它呢还把这个黑色塑料上面做成了一个有纹路的感觉就像让你拿脚上去踩的感觉。真不清楚会不会有人拿 LX 出去这么火这一代 LX 的第三排座的收放方式呢，跟上一代稍微有些区别上一代呢是分开之后直接挂墙上，这一代呢不是，它是电动放倒的那当放倒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这后备箱空间就完全没有问题了。所以这个车我觉得最舒服的打开方式还是5座或者4座，这7座呢，后面这排座多少有些勉强左面呢，这有个120伏100瓦的电源输出，3项电源输出，这个是放倒第三排座的按钮。这个打开之后呢，里面是千斤顶这个是雷克萨斯、丰田的传统位置了。右面呢也有个盖板，盖板打开之后呢，里面是保险丝这块呢有个不宽的小盖板，盖板打开之后，这呢是随车工具，随车工具做个小工具箱，还挺精致的打开之后呢，里面是一把螺丝刀和卸轮胎的扳手。现在车还给带螺丝刀的确实也不多了这车呢是有备胎的备胎是在下面放的，还给配备胎，非常好第三排座铺平，第二排座呢既可以把椅背放倒放平，也可以把整个座椅周起来。但是不管是放平还是周起来，它都无法形成一个比较平的平台大家可以看到。那之前呢，大家在视频呢，在图片上也看过了。这车中控台呢，最显著的就是3块屏的设计，仪表盘1块屏，突出立起来1块屏，中控台中间1块屏，3块屏构成了这台车中控台的一个主基调而且从这一代开始，丰田家的这些大车大 SUV 在中控上基本造型都是差不太多的，包括 LC300呀，包括这个车呀，包括即将上市的新红杉。那在有着自己创新风格的同时呢，这个车上也可以看到大量的使用了家族的通用件那从左往右看左面这个门把手以及车窗控制这个位置，还是极大程度的保留了上一代的一个传统，跟上一代的造型差不太多，摆放的位置差不太多那在方向盘左面上方有几个键子，全景影像的键子，仪表盘里程数的调节，仪表盘亮度的调节，下面是后备箱开关，自动启停的关闭，右面还空了2个键子仪表盘采用的形式呢是中间一块比较大的液晶屏，两边配了4个彰显越野车品质的、彰显越野车个性的4块小表一般在比较骚包点的车上都有这4块小表。
左面上面是机油油温，下面是水温，右面上面是电压，下面是油量，中间是一块面积一般的液晶屏哈，只能说一般，因为在这个价位上，你就放一整块液晶屏它也不为过。这个液晶屏呢，虽然这个车是 F Sport 版本哈，但是它可玩度并不太高。整个液晶屏呢，透过方向盘左侧的上下左右方向键，加上 OK 键，加上这个返回键来调节，显示的项目也都是丰田家传统的项目哈，没有太复杂，没有太花哨的显示，包括抬头显示的高度啊，抬头显示的亮度都要到中间这块屏里去调节哈。当然，它这个抬头显示呢，显示的内容并没有我们在最新款的 NX 上看的显示那么花哨哈，仅显示比较重要信息的抬头显示。液晶屏呢，外面一大圈是转数，时速呢是用数字显示的。它这个液晶屏呢并不算很大，而且它要极尽所能的把能够显示的信息都显示出来，这样就显得这个液晶屏里非常挤呀，这个元素非常多。方向盘呢，它是 F Sport 的方向盘，这个方向盘呢也是家族的通用件了，在如今家族里的一些车上、一些新时代的产品上都有使用哈。这个我觉得不应该，大哥咱们应该有点大哥的样哈，应该给它配一个非常别致的方向盘。然后这个方向盘呢，由于它是 F Sport 版本的，上下呢也没有什么木纹装饰，整个方向盘感觉有点小哈，配合这车的尺寸，感觉多少有点小。方向盘做工还是没得说的，非常细致，非常精致，包括这皮质的感觉啊，非常好，非常细腻。那3.9点呢，也有手的造型，同样用打孔皮覆盖，上面的小缝线呢，做工还是比较细致的，做工比较精致哈。像上面的按键呢，跟目前丰田家、雷克萨斯家的布局都是一致的哈。左面呢，上面是上下左右方向键来调节行车电脑的，下面呢是音量大小加语音，右面呢上面是巡航以及辅助驾驶的调节，下面是音源及曲目的调节。这个全系列丰田新时代产品完全都一致了哈。你包括后面这白杆啊，左面转向灯的白杆啊，右面雨刷器的白杆啊，完全也是家族通用件。像雷克萨斯新时代的产品呢，它都把启动关闭按键放在了上面这块屏的左下角哈，相对的把多媒体开关、把音量开关放在了较高的位置。这个呢，刚上车还得习惯习惯哈。它估计是要鼓励你用方向盘上的快捷键吧，但副驾驶要调个音量可怎么办喽？这个离副驾驶挺远嘞。这车呢也有苹果手机无线的 CarPlay 哈，屏呢就是个触摸屏，下面也没有什么操纵按键哈，没有什么操纵装置，直接拿手上去怼就行了。里面的操作逻辑啊、显示项目啊、交互项目，跟上次咱们看那个 NS 就比较像了，是目前雷克萨斯家族的最新样式哈。液晶屏可以根据白天黑夜进行背景色的调节，在白色和深蓝色之间切换哈，整个看上去呢都是比较清晰的，但是呢字体相对来讲有点小。3D 全景影像，外观3D 全景影像，全景影像右面是倒车影像，方向线改变，广角后方影像。当切换到不同地形模式的时候，它的全景影像呢显示形式会发生改变。这个呢显示的是前方影像加左右盲区显示，方便你在越野的时候啊更进一步的观察路况。2个轮子的轨迹。下面这块屏呢，它主要集成了空调、驾驶模式、越野模式、地形选择，主要集成了这个2大项，它们的一些显示和交互项目。在这里面我们很欣慰哈，它还保留了相当多的实体按键，并没有全部做成触摸屏哈。但是你像风量大小，还有吹风的模式，它完全都做成了液晶屏了，没有实体按键，必须得到里面杵去。然后一摁这个钮呢，显示的就是地形选择、驾驶模式的选择。当驾驶模式灯亮的时候，按下去驾驶模式的时候，这个旋钮它调节的是驾驶模式。这台车呢有经济模式、舒适模式、正常模式、Sport S 模式、Sport S 加模式和自定义模式。当你按下去多地形选择这个键的时候 ，MTS 这个键的时候，这个旋钮就来选择不同的地形模式，自动、沙地、泥地、雪地、深雪地模式。对应不同的模式呢，车身设置会有相关的区别。当你调到了这个界面的时候呢，左上角会显示刹车进度、油门进度、刹车开合度、油门开合度，右上角呢会显示到车辆的一个水平仪哈。下面这些钮呢，这是选择钮，这个多地形选择、驾驶模式的选择、陡坡缓降及蠕动模式。右面是低视高视的切换，在左面它有个12伏点1级插口。在右面呢，大 USB 口是数据交互的，小口只能充电哈。那座椅加热和通风分别放在了两边，方向盘加热放在了这个位置。那这个车的变速杆呢，很遗憾用的也是家族通用件，
在很多车架只是这车一半的车上都已经广泛使用了哈。在挡把后面呢是一块无线充电板，左面呢一溜键子，上面电子手刹、Auto Hold 功能、中央差速器、电子稳定系统关闭、车身高度的调节。但诚实的讲，这一小排溜的键子做的并不算太高档哈。中央扶手箱呢，既能从左面开，也能从右面开，也能从后面开哈。后面开呢，也是从左面开。打开之后呢，里面是一个可以通风的冰箱哈，冰箱有开关。那坐在这里呢，现在我将座椅调到最低，大家看到空间没有任何问题哈。这 LX 前排空间是不能有问题的，历代 LX 前排空间都没有问题哈。那这个 LX 座椅呢，我并没有感觉到跟上一代 LX 有什么进步哈，感觉坐着呢依然是那个非常舒服的，像一个大沙发一样，支撑还比较好的 LX 的前排座椅。这个车驾驶席的座椅呢，前排腰靠也四向调节的，并且有椅面延展功能哈。副驾驶座椅呢，同样也有腰靠的四向调节，但是并没有椅面的延展功能哈。那跟日系的这些大 SUV 一样的是，这个座椅呢也不能够调得很低。现在即便我将座椅调到最低以后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它把你的身体拖得相对还是比较高的。这样呢，好处就是你可以有一个良好的视线。虽然这么大的车哈，你不会感觉到有很大的视觉盲区，视线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对于我来讲呢，我还是喜欢像美系大车、美系大 SUV 那种陷在里面开的感觉哈。那这车的做工用料上呢，我只能说跟上一代同样有着较好的水平吧。你要说进步呢，实际上在这种价位车里，一代比一代的进步，在用料上你是很难感觉出来的，因为它每一代的车型都要把最好的、最扎实的功夫、最精细的用料用在这种车上啊。那也只有随着时代的进步，比如像 LED 屏多一些啊，一些炫酷的功能多一些，也仅此而已。但是在用料上，每一代都很精彩。但是即便这样，我们在这台车上还是能够发现很多的雷克萨斯目前家族的通用件哈。那如果迫不得已的非要用家族的通用件，我想打响通用件当头炮的也应该是在这个级别车上，应该在这个级别车上先用，然后再用到其他车型上，不应该在其他车型上用完再驳到这台车型上。发动机在怠速的时候，大家可以听到是挺安静的哈，即便现在我把火打着，把门开着，这么跟大家录音，我觉得也不是很吵哈，我不知道视频里是什么感觉。那作为今天试这台车，在10万加这个水平上，并没有使用电吸门，这个多少有些不应该哈。这车第二排坐进来以后呢，感觉到跟上一代 LX 第二排差别并不大啊。首先大家可以看到，第二排有个阶梯式的剧院式的感觉，第二排的视线要比第一排高一些哈。这个跟上一代 LX 呢感觉也是完全一致的，空间也没有任何问题。空间呢本来就没问题，它上面还做了一个凹槽。腿部空间呢，这个座椅呢已经是我靠的比较靠后的位置了，那个座椅相对靠前一些。即便在左面呢，腿部空间也没有任何问题哈。座椅呢感觉跟上一代 LX 座椅也挺像的，座椅的软硬程度呢跟前排差不太多，有个沙发的感觉。问题是呢，这个椅面不够长不够高哈，大家可以看到。当然这个只是7座版本，你像在 LX 最低配版本呢，它是5座版本，没有第3排，这个是有第3排的。那它在顶配版本上是有个4座版本的。那个车呢，我在车展上看过，我坐过哈。前面2个座，后面呢这偌大空间就2个座位，完里面呢是显示器啊，中间那个中控台啊，弄的是挺花哨的，有点要跟路虎4比高的感觉啊。那个后排座椅呢，就跟变形金刚似的，就跟2个大按摩座椅一样，大老板椅一样，非常漂亮哈。那中控台上有2个通风口，然后每边还有一个通风口。这个车有帘儿，后面2个空调也是分区的，并且第二排座椅呢也带座椅加热、座椅通风。地台地板的隆起并不太高啊，大概中间能有个这么高的一个隆起吧。座椅下面椅面下面哈，在小腿这块也有一个空调出风口。座椅呢只能够靠背仰角调节，椅面前后是调节不了的哈。中央扶手2个水杯架。现在坐进来了哈，大家看空间，腿部空间完全没有问题，说明这个车的车长呢完全可以容纳第3排座椅。头部空间是有问题的，头部空间我这已经直不起来腰了哈，我要直起来腰来肯定要碰到棚了。座椅大家可以看到，椅面不够长不够高哈，基本就像坐个小板凳一样坐在里面，坐个小孩啥的问题不大哈。但是你要坐小孩的呢，后备箱空间就不要想了，没有后备箱空间了。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大家看这个座椅啊，第3排座椅眼熟不？
这不就是 GS 车上那个第3排座椅吗？包括收放的方式，包括整个座椅的形式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个车的颜色骚气了一点，其他的跟 GS 第3排座椅应该是通用件啊。这个发动机舱打开之后呢，也很难说有什么惊喜哈，一切呢都在你意料之中。首先在布局上呢，感觉跟咱们之前看的坦转、坦途啊差不太多，同样的动力总成嘛。这个机舱呢是又大又高又宽哈，这个发动机呢也着实不小，放在里面呢，感觉里面也满满登登的。做的感觉啊，塑料件使用啊，并没有那种让人心旷神怡、让人眼前一亮、让人超越期待的那种感觉啊。那你要说哪儿没盖上吧，你要说覆盖件使用吧，差什么？其实也没差什么，该盖的地方人也给你盖上了。但总体感觉，就塑料件这个使用的感觉，还有整个看上去这个直观感受，感觉在这个价位里造欧系产品，可能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啊。这车哈，我开这几天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这个方向盘的转向力度比上一代进步很大。上一代方向盘的转向力度呢，相对于在这个价位里哈，显得是比较重的，尤其是你要低速揉个车位什么的，确实感觉有点沉。但是新款 LX 在低速的时候方向盘很轻哈，我也尝试着在倒车入位或者低速揉方向的时候，只用一根手指头就可以把这个方向盘打的是游刃有余啊。同时当你速度起来以后呢，方向盘又是特别的稳，在高速行驶中也没有旷亮哈，不用你时不时的因为方向盘的虚位，你还得不断的找方向。那也经常有朋友问我，你像这个大57一下换成6缸的了，动力上需不需要担心？其实这个事儿呢，我在之前那个新坦途的体验视频里就已经跟大家唠过了哈。那如果从能否胜任的角度来看，可以肯定的讲，这个 3.5 V6 双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应付这台 LX 600，非常负责任的讲，足够用哈。不仅在参数上已经全面的超过了上一代自吸的 5.7 V8 机，而且它还把新车的自重减掉了440磅，那相当于车上少拉了4位婀娜女子啊，一共就7个座，少拉4位。那如果跟老款的动力表现相比呢，新款的提速更快，你不论是静止加速还是高速上的2次加速，新款的会感觉到提速更迅速哈。当然能不能达到官网公布的0到60跑6.9秒，这个我倒没试过，我没测过哈，但确实挺快，肯定比老款快。特别让我难忘让我喜欢的是，明明它加速很快，你却一点都感觉不到这份快啊。不管你是在起步的时候就来个地板油，还是你在高速巡航突然的加速并道超车，都会很迅速的完成规定动作，并且车身呢还保持着优雅的姿态，这个感觉实在太招人稀罕了。那如果在加速过程当中，你不去看时速表，你也不去看那些被超过去的车，或者不看那些参照物，你根本就感觉不到你这车开的有多快啊。我之前开那个330，在高速上确实也是有越开越快的感觉，但是那个车呢，明显的你能够感觉到车已经开得很快了啊。那开这个 LX 600呢，车你只要上了高速，在你完全没有感觉的状态下，你一看表，基本就已经超速了。这种快并且优雅的表现啊，实在太对我脾气了。只是话说回来啊，话往回唠，不管它数字再高端，动力再生猛，6缸机的平顺性和收放的大气，它都没法和8缸机相提并论啊。这台 3.5 双涡轮机呢，在速度初段的那份迟疑，你要仔细体会，还是可以察觉到的。你要在低速突然加速，它还得先闷一会儿啊，先闷一小下，才能有动力迸发出来。虽然作为一台涡轮机来讲，它已经做得很好了啊，但憋的就是憋的，它不如自然的顺畅。再有呢，就是发动机的噪音。诚实的讲，在现如今呢，咱们老百姓能够够到的车，生活当中能够够到的车，这台 LX 的隔音做的是不是天花板，我不敢讲哈，但至少它是天上飘的一朵云。隔音非常棒，不论是冲里隔还是冲外隔。有一次呢，我儿子在车里放着嗨曲，我在外面呢基本听不到里面的声音哈。等我把车门子打开那一刹那，嚯，好家伙，这车里声音也是太大了哈。那在行驶过程当中呢，不论你是低速还是高速，声音隔的都非常到位哈，保留了雷车在旗舰车型上的光荣传统。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相信哈，工程师对发动机的隔音呢，他也已经尽力了。但是相对于那台5.7升的 V8 机，上一代的车型上，当我在突然深踩油门，发动机突然开始上劲儿的时候，发动机释放出来的咆哮声还是有点轰鸣的感觉。虽然呢，在代替的车里面，它的噪音控制已经很优异了，但确实没有5.7 V8 那个安静。当然，这种胎里带的问题哈，可能也就无解了。
时速变速箱呢，总体来讲跟发动机匹配的还算默契。你正常开，正常加速减速，那如果你的感官不是太敏感你应该不会有任何感觉，应该还算顺畅。但我是比较敏感那会儿的没有办法属狗的。它这个变速箱同样有多档变速箱那种通病，换挡特别频繁，也有着特定场景下的那种换挡顿挫感。总体来讲呢，高速的时候你察觉不到还是很平顺的，低速的时候是比较明显的。比如你低速利用怠速前进的时候，比如在停车场你一圈一圈的找车位，变速箱就迷糊了。在怠速低速前进的过程当中，它一会儿快了就升档，一会儿慢了就降档，自己玩的是不亦乐乎车厢里可以明显感觉到顿挫感。当然只要档位在8个以上的，基本都有这种感觉。悬架调教呢，可以说是相当舒服了开上这车我就多了一个毛病，我就专愿意往那个坑里压。这车压到那种不太大的坑，简直是太舒服了，以至于我把这车还回去的时候，换上我那个330，我刚开始还找坑压呢，这屁股给我蹲的。开这个 LS600，当车辆压一个细小路况的时候，类似于路面凸起的那种交通标志路面的细小接缝如果你稍微上点速度你能感觉到的只有你的视觉感觉。悬架直接就把这些微小的颤动全部都过滤掉了，完全都过滤掉了那如果再压个稍微高点的接缝，你也仅仅是再加一个听觉，你就会听见2个清脆的声音屁股下还是没有感觉，它依然给你过滤的非常良好。那如果过一个中小坑的话，那车身能感觉到的也只是化解过颠簸的晃动。就这么说，你只要是开这个车压这种别太大的坑车辆几乎能够让绝大多数的颠簸都传播到你的臀部。特别是就是如果你遇到一个连续的起伏的平顺的路面那感觉真是太棒了，非常有质感的忽悠。这种感觉顿时让人有一种钱花的值的感觉我体验这台呢是 F Sport 版本，据说它这个是 F Sport 专门调教的减震器。那一般根据我的经验呢，像雷克萨斯家这个 F Sport 版本，你别是 F 别的版本就是 F Sport 这个版本，它这个悬架调教跟普通版悬架调教在忽悠这个问题上区别是不太大的总体感觉它这个忽悠感呢是没有老版揽胜那种大船的感觉没有那么忽悠。不知道在超豪华版本上会不会有那种大船的感觉，等有机会我试了超豪华版本呢再跟大家汇报总之这个 F Sport 版本呢，你说它忽悠不忽悠？忽悠，但是它没有老版的揽胜忽悠，因为新版的揽胜我也没开过另外就感觉到这个新款呢比老款呢在操控上身手更加矫健，你开车插个缝拐个弯感觉更灵活没有上一代那种略显笨拙的感觉。但是我有2次开这个新款压完稍微大点坑的时候，它那个悬架回弹的感觉，我开出了一种新坦途的感觉悬架回馈的有点皮卡的感觉，看来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但我明显的记得在老款的 LX 上，你不论压多大的坑，你也开不出来老款坦途的感觉。这车刹车也很紧致没有任何旷亮，刹车初段呢踩着不重。如果你不是急刹车，一般你不用太使劲踩这个刹车踏板，车呢就会有一个良好的反馈，刹车距离也非常良好。但是只是当你刹车踩急了踩狠的时候，你踩下下半脚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是大车的刹车感觉，下半脚你要比较使劲的踩，你会相应的感觉到这车的自重很大这个感觉呢不算太高级。这车试驾这些日子我基本都只用了舒适模式在开这个车。那天为了交作业，我就切换到别的模式看一看。那要试呢，咱就试那最狠的，试就试那个 Sport S 加模式。应该说和舒适模式相差不太大，只是在运动模式下，它这个升档转速会进一步的拉高，底盘呢会更低，显得比较扎实。发动机的声音，发动机的调门依稀有点提高但声音提高并不大。方向盘的转向力度，诚实的讲，改变也不大。当然我没试一会儿我就又把它调回到舒适模式了。你这车只有优雅的舒适范儿才是最符合它的气质的开法。鸡翅白脸开对这车来讲有点不伦不类了。有一次我在高速上巡航，一个大哥呢开个揽胜，就跟我保持一定距离，就跟了我一路看来买这车的大哥脾气都差不太多，优雅大气，都不是冲到劳动生产第一线的。这车的主动巡航和智能辅助这块应该属于目前丰田系的前排版本了。总体来讲呢，跟上次试那个坦途差不太多没感觉有啥槽点。跟车速度控制呢稍微柔化了一些。那在向前行驶的过程当中，它也不刻意的把你卡在2条线中线的位置
你稍微靠个边呢，它也不会玩命的拽你，只是达拉斯这地上的线你别说系统了，有时候我都看不清。所以系统有的时候呢，它识别不出来高速上这些线当然这事儿不怪人孩子。那从动态上跟上一代相比的话，动力上更凶猛，但是平顺不如；操控上更灵活，大块头也有智慧；舒适上有进步，一路坦途。总体上安静舒适，仍然是如今 LX 作为旗舰车型的2大卖点。综上就是这2天我开这个 LX，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体验。那从总体上来讲，这一代 LX 静音舒适仍然是它的最大卖点。那如果跟上一代的 LX 相比，它在车内空间、车机系统都有一个与时俱进的发展，都有一个与时俱进的进步。那当上一代的 5.7 V8 发动机全面进化为这一代的 3.5 双增压发动机之后，那这个 3.5 机器在行驶品质上、在动力上还是可以说没有什么槽点的。但是如果硬要较真儿的话，它的平顺性、它的输出大气仍然是不如 V8 机的，这个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但是 V8 机目前在丰田的产品序列里面应该给判了终身监禁了哈。像这种 LS 这个价位的车，它也不可能每年卖很多辆，它的市场是非常固定的。那同时 LS 在市场上也有一定的消费群体。那至于新款 LS 上来之后，能不能让这个消费群体越来越大，让大家对它的认可度、美誉度越来越高，这个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哈。那鉴于目前市场上供应紧张的状况，这车在市场上也是一车难求哈。那有喜欢的朋友呢，我觉得这个车还是不错的。那至于在这个市场里面，你是选择日系产品还是选择欧系产品，我觉得这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在这个市场里面，我觉得目前 LS 还是有它的性价比的。还是那句话，大家喜欢哪个买哪个，别控制。以上视频，谢谢大家。